这节课呢，我要继续往下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焦点三角形面积的问题。我们看一下焦点三角形的面积。什么是焦点三角形呢？我以焦点在 x 轴上的双曲线为例，快速的间隙勾勒出草图。左焦点 F1，右焦点 F2，点 P 不能落在实轴的端点处，也就是点 P 不可以与两个焦点共线，它必须的是构成三角形，如果共线就没有办法构成三角形了。F1、F2 是它的左右焦点，那么三角形 PF1、F2 我们就把它叫做焦点三角形。其中这个谁的角是谁呢？是角 F1、PF2， 它是谁的角？我们在学椭圆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给大家推导过椭圆的焦点三角形面积，然后应用了余弦定理，回归了定义推导了好长时间如果大家忘记了的话，我们回头再去把椭圆的焦点三角形面积的那个推导过程把那一节再看一遍。双曲线的推导跟它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不用再推了，直接就给大家给出它的公式。焦点三角形面积对于椭圆来说，它是 b 方乘以弹进的谁的，而双曲线呢，它是 b 方除以弹进的谁的，所以呢也蛮好记的我们就记住这个公式，然后用就行了。如果你要想找推导，它和椭圆的焦点三角形面积的推导过程是一样的，推导的过程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就看一看椭圆的推导，焦点三角形面积的推导就行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公式以后它和椭圆焦点三角形面积差在哪儿？它是乘以 b 方乘以弹进的谁的，而双曲线呢是 b 方除以弹进的谁的，记起来也很方便。接下来我们就做题消化一下这个。F1、F2 是双曲线，我一看 x 方在前，说明焦点在 x 轴F1、F2 是它的两个焦点，我整理一下已知。在这道题当中 ，a 方是等于9的，因为 a 方永远在前 ，b 方是16。在双曲线当中，c 老大 a 方加 b 方它是25，所以c 的坐标c 的值是5，我就求出焦点的坐标了。迅速的勾勒草图，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有没有必要画渐近线呢？如果不是需要渐近线的话，我们就不用画你就找到这些点线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够了。这是 F1、F2， 点 P 在双曲线上，没说在左分支上还是右分支上，随便吧，我就随便的找一点 P。他说 PF1 乘以 PF2 你在左分支上也一样，反正 PF1 乘以 PF2 等于32，让我求角 F1、PF2， 其实就是让我求谁的角。那么焦点三角形面积它很少，我就要找某一个三角形的面积它并不想找面积。那学面积公式干嘛呢？经常要用等面积法来求其他的值其他的这个值。你看现在我就是求谁的角。既然你都给我两边之极了，我就想起三角形 ABC， 它的面积是1/2AB 善于 C，1/2AC 善于 B我想起那个公式了。所以 S 三角形 PF1、F2 像不像1/2AB 善于 C？它就等于1/2 PF1 乘以 PF2， 然后乘以善因谁的？因为 PF1 乘以 PF2 我知道，你是什么三角形？这是两个焦点，这是双曲线上的点，它是焦点三角形。焦点三角形我的面积公式还等于啥呢？我还等于 b 方除以弹进的
二分之谁的？你看，我用的是什么方法？等面积法。焦点三角形啊，你是特殊的三角形，所以呢，你有你独制的面积公式。我把你看成普通的三角形，我用1/2 AB3AC，我也可以求面积的，所以经常要用到等面积法。好了 ，F1乘以 F2 这是32，32除以2呢，这是16，16倍的善因谁的 b 方呢 ？b 方是16除以弹进它2分之谁的，16就约掉了吧？弹进它分之1，它就等于口弹进它2分之谁的。口弹进的和弹进的是互为倒数，所以弹进的是善因除以口善因，口弹进的就是口善因除以善因。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老师说过，两统一，第一角要统一，你不要阿尔法、贝塔、伽马一大堆啊，不要是2阿尔法，这个2分之阿尔法，那它们也是不同的角。所以呢，我要进行统一，要么我们都是2分之阿尔法的样子。名称也要统一，所以叫做两统一。好，善因谁的？大家回想一下二倍角公式，可不可以写成2倍的2分之谁的？把它看成阿尔法，善因2阿尔法，所以它不是等于2倍的善因2分之谁的口善因2分之谁的，右边也是2分之谁的，你看。这就是统一了嘛，它是等于它的，所以2倍的善因2分之谁的口善因2分之谁的，它等于善因2分之谁的口善因2分之谁的。我想把它约分，它能不能等于0呢？不可能。口善因90度等于0，谁的角就是180，180除以2才能等于90，而谁的角是三角形的内角，绝不可能等于180的，不是0，所以我放心的把它约去，然后把它乘过来变成2倍的善因2分之谁的方是等于1的，把2除过去呢，它等于2分之1。所以善因2分之谁的，要么呢你就等于2分之根号2，或者善因2分之谁的等于负的2分之根号2。正弦值都是负的了，说明角那就得中边就得落在第3和第4象限了，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三角形的内角嘛。它最大就是个钝角，落在第2象限，你再除以2，那它就是锐角，它一定是正的。所以善因2分之谁的等于2分之根号2，2分之谁的它只能是一个锐角，2分之谁的它只能是一个锐角。善因多少度等于2分之根号2呢？45度4分之派，所以谁的它就等于2分之派这是根据焦点三角形面积，我就把这个谁的角求出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一道题。我在拆黑板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发现第2题呢要比第1题复杂得多我们看一下这第2题，已知 F1、F2 是这个双曲线的左右交点，左右顶点也给出来了。好了，我要画一下这个图。解析几何嘛，它是关键词落在几何上，所以它必须要有图的。
另外呢，我把所有的已知条件落实到图上，看的时候呢，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这是双曲线的左分支，这是双曲线的右分支。F1、F2 是它的左右交点，这是 F1，这是 F2。左右顶点分别是 A1、A2，这是左顶点 A1，这是右顶点 A2。它的离心率是2。点 P 是双曲线上一个点，没说在双曲线哪个分支，所以我们就随便的找一点 P， 随便的找一点 P。他说 A1P 我要连接 A1P， 这是一条直线，连接 A2P， 这又是一条直线。我要画的直一点儿。A2P 这是一条直线，它们的斜率之和我要表达它的斜率，这是 K_A1P， 这个是 K_A2P。好 ，A1 的坐标我知道吗？当然知道，是负 A 逗零。A2 的坐标是 A 逗零，因为它是右断点，这是坐标原点。左交点是负西逗零，右交点是西逗零。点 P 由于我要表达斜率我不知道倾斜角，所以呢，我只能用直线上两个点纵坐标之差除以横坐标之差来表示斜率，所以我把点 P 的坐标设出来，设它是 x0、y0，所以 PA1 的斜率题中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在整理已知，把它都表达出来，把隐含的已知也挖掘出来，也表示出来。好，它的斜率纵坐标之差 y0 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 x0 减负 a，x0 加 a。那么 K_A2P 呢？也是纵坐标之差 y0 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 x0 减 a， 它们俩斜率的和你说斜率的和，我就给它们相加 K_A1P 加上 K_A2P， 它是等于 x0 加 a 分之 y0 加上x0 减 a 分之 y0， 它们俩的和题中还给我了，它就等于6倍根号15，你看我是不是就得到一个方程？我得到了一个方程，先放在这儿，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方程怎么用，所以呢，我就整理到这儿，先摆在这儿就可以了。最多呢，你是再整理一步，也不过就是给它通个分。它要一通分呢，分母是 x0 加 a 乘以 x0 减 a 平方差 x0 的平方减 a 方，2除和2除差，它是 y0 倍的 x0 减 a 加上 y0 倍的 x0 加 a。然后等于6倍根号15，我再整理一步吧，我估计能有约分的 x0 的平方减 a，y0 x0 y0 看起来舒服一点，减去 a 倍的 y0 加上 x0 y0 是2倍的，加上 加上 a 倍的y0，前面有个负的约掉了，你看，果然把它化简了，化简成它等于6倍根号15的样子。这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先放在这儿。接下来他说离心率又给了我离心率，离心率呢，
它是等于 C 比 A 的，离心率等于2，说明 C 是等于2A 的。C 要等于2A，C 方就等于4A 方的。你看 C 和 A 的关系我知道，那我就 A、B、C 它们关系非常紧密，所以我把 B 和 A 的关系也找到吧。反正呢 C 方它是等于 A 方加 B 方的，它等于4A 方，把它换成这个样子。于是我就得到 b 方等于3a 的平方 ，b 是等于根号3a 的。如果需要的话 ，c 和 a 的关系我知道 ，b 和 a 的关系我也知道 ，a、b、c 的关系我也知道 ，c 方是等于 a 方加 b 方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他让我求的是什么？他让我求的是 P_F， 还给了我一个。哦，焦点三角形的面积竟然也给我了，是吧？那么这个焦点三角形啊，我们有没有张开的那个角呢？没有，我没有角 F1， 角 F1它给的是这个啊 ，Pf1、F2，Pf1、Pf2，它给的是这个焦点三角形的面积。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我的确是学了，它等于 b 方除以弹进的2/4谁的，角 F1、Pf2 是谁的角？可是这个角我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办呢？我既然都设点 P 的坐标了 ，F1、F2 呢，它又是焦距等于2C，所以我就决定它的面积 I 是三角形。Pf1、F2，我用1/2底层高，底呢就是 F1、F2，高呢就是 y0，或者说 y0的绝对值。它的面积恰好等于根号15，好吧，我又得到了一个方程，又得到了一个等式。F1、F2 是2C。2C 除以2呢，它就是 C 等于多少我们不知道，就是 C 乘以 y0的绝对值是等于根号15的。题中让我求的是 A 其实呢，我求出来 A， 我也就等于求出来双曲线的方程了。这个和让我求双曲线的方程是一样的。那我就求 A 吧，我怎么求呢？我们就看这是有一个式子，用 x 方减 a 方，然后呢，我还知道 A 和 C 的关系，知道它的关系，然后这还有一个式子。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来求呢？仅用这2个式子呢，我是没有办法求出 x0 或者是 y0的，所以我还要再找。我再找的时候，我就想老师跟我说过的话，老师嘱咐我的话，我总是牢记在心。老师说要抓住几何特征，并用式子表达出来。斜率我表达了呀，焦点三角形面积，我不知道那个角，我用1/2底层高我也表示了，说的斜率那我还有什么？还有点 P 在双曲线上。点 P 在双曲线上，这就是一个几何特征，所以点 P 的坐标就满足双曲线的方程。双曲线的方程是 x 方比 a 方减 y 方比 b 方等于1，点 P 的坐标满足它。x0 的平方比上 a 方减去 y0 的平方比上 b 方是等于1的。所以同学们，你看老师说的话就是你思想的小路标。你看这个话好像不是那样的豪言壮语，很简单的一句，但是正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打开思路了。好，我看看我能得到什么我能得到，我是不是可以用 x0 方的式子来表示 y0， 或者 y0 的式子来表示 x0， 那么我就把它变成x0的平方
这个 b 方我知道啊 ，b 方是等于3a 方的，所以 x0的平方比上 a 方减去 y0的平方比上3a 的平方等于1，这个我用了吧？每一项都乘以 a 方，所以 x0的平方 a 方移过来减去 a 方，把它移过去，等于y0的平方。哎 x0的平方减 a 方，你看是不是在这儿出现了？那你就把它带到这里来呗，带入啊，跋山涉水带到那里去，得到的分子呢是2倍的 x0y0，分母呢它是y0的平方，右边呢它是等于6倍根号15。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乘以 y0 方分之3，那它不就是6倍的 x0还在这儿 ，y0 方分之 y0 约掉一个，还剩下一个是吧 ？y0 它就等于6倍根号15，6就约掉了。所以我得到啥了呢 ？x0 比上 y0， 它是根号15，啊，相当于呢这个式子我也用了。还有谁呢？还有这个硒我不想用硒它不是等于4a 方吗？硒是等于2a 嘛，所以呢 y0 它就等于2a 分之根号15，人家都是正的，你也就别要绝对值了。我把 y0 带到这里来，把 y0 等于的这个数带到这里来，带入，得x0除以2a 分之根号15等于5分之根号15，把它乘过去 ，x0 就等于5分之根号15乘以2a 分之根号15，所以它等于根号15乘以根号15是15，15除以5，2a 分之3，我竟然把 x0 找到了，它是2a 分之3，说明点 P 的横坐标就是 2a 分之3。我再找找点 P 的纵坐标。x0 和 y0 有关系，在哪里呢？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啊。所以2a 分之3是 x0 带到这里，带到这儿啊。x0 是2a 分之3除以 y0等于5分之根号15，2a 分之3除以 y0， 就两边取倒数，变成 y0除以2a 分之3，把分子和分母取倒数，交换位置，它就等于根号15分之5。然后呢，我有理化乘个根号15，乘个根号15，所以它就变成15，和5一约3分之根号15。所以 y0 呢，它等于3分之根号15乘以2a 分之3，所以它等于2a 分之根号15。如果我没求错的话，点 P 的纵坐标 y0是2a 分之根号15。点 P 的坐标找到了，点 P 的坐标找到以后，点 P 你是哪儿的点呢？我是双曲线上的点呢。
带到双曲线当中比较麻烦，那我再换一个吧，我看一看还有哪一个式子呢？我看就带入双曲线当中挺好的。点 P 的坐标不是满足它吗？点 P 的坐标原来是 x0 y0，现在都被我找到了，带到这里来，带入得，看见 x 就换成2a 分之3变成4a 方分之9除以 a 方，减去。看见 y0就换成2a 分之15，4a 方分之15除以3a 的平方等于1。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倒数啊，我先把 a 方乘过去吧，每一项都乘以3a 方，或者呢我就这样的也可以的，它除以每一项都乘它。分子除以分母乘以分母的分之1，4a 的4次方分之9减去12分之 a 的4次方，所以它乘以它的倒数嘛。12分之 a 的4次方分之15是等于1的。用3来约一下，把 a 方乘过去，4分之9减去，它是等于 a 方。把每一项都乘以 a 的4次方，然后是12分之15，用3约，3×4=12，3×5= 15，4分之9减5是4，等于 a 的4次方，所以 a 的4次方就是1，a 的平方就等于1，所以 a 就等于1，因为 a 是大于0的。好了。这道题是不是有点复杂呀？但是呢，我们虽然写的看起来有点乱，都是顺着思路来的，乱而有序从头到尾一理顺。我再整理一支给我离析率，我就整理成这个样子。C 和 A 的关系有了，我想把 B 和 A 的关系也找到。你说三角形面积，我就表达面积。然后呢，表达完面积之后，我得到这个式子先放在这儿。你说斜率，我就表达斜率；你说斜率的和，我就求斜率的和。然后我就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整理完了之后呢，我发现它在这儿出现了。所以把它带到这里来，然后我就得这样的式子。继续整理，整理完，整理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 y0又在这儿出现了，它是 c 还等于2a， 所以 y0就出现了。把 y0又带到这里来，于是我又得什么？得这个是吧？得到这个以后，我相当于 x0 找到了，所以点 P 的横坐标知道了。点 P 的横坐标知道了，我又把 x0带回 x0比 y0的式子，于是呢，我又求出来 y0。x0、y0 都知道，点 P 的坐标确定，点 P 是双曲线上的点，所以点 P 的坐标带到双曲线方程当中，顺利的就求出 A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计的更好一些，但是思路还是蛮顺畅的。好，这节课呢，我先给大家讲到这儿这节课我们讲的是什么？这节课我们讲的是焦点三角形的面积。焦点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和椭圆的稍有一点不一样，椭圆是 b 方乘以弹进的2/2谁的，而双曲线的面积呢，它是 b 方除以弹进的2/2谁的。讲完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我们做了一个求顶角的题，我们又做了一个求 A 的题我看一下。还有一个小题，它跟焦点三角形
面积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把另一个题也做一下吧。它出现焦点三角形的，但是也没有用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好，那我们就再做一个。在我擦黑板的时候，大家迅速的读题，赶紧进入思考的状态。圆锥曲线计算量大，老师说了好多次了。计算量非常大，现在我们算的还是小题。如果你要算2个问的、3个问的那种大题呢，所以我这一黑板呢可能写不下，我得反复的擦黑板，然后呢写很多，这就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字母多、式子多、计算量大。好了，下一个题大家看一看，有思路吗？已知双曲线 x 方显然我整理已知 a 方是等于1的 ，b 方是等于3， c 老大 a 方加 b 方是4，所以 c 是等于2的。它的左交点的坐标当然是-2逗0，这是它的左交点。接下来经过左交点做这个单位圆儿，你看我的 a 是等于1的，左顶点是 a1， 右顶点是 a2， 这是实轴，10半轴的长恰好等于1，也就是以10半轴坐标原点为圆心，10半轴的长为半径，画了一个单位圆儿。经过点 F 做它的切线，切点是 T， 我要连接圆心和切点。它是半径，而且它还垂直于这条切线，然后把它延长和双曲线的右分支相交了，交于点 P。如果点 M 是 PF 的终点点 M 是 PF 的终点，我就这么标一下。O 是坐标原点，求 MO， 我要连上 MO。减去 MT 应该是这样一小段，它们俩的差的值那我怎么办呢？我要先把另一个交点先标出来，对吧？它是有2个交点的，然后双曲线上的点和交点连线，要么就别连，连就连2个。现在你连了左交点，我当然就把它右交点也连上。连上右交点之后，我再接着顺着这个思路，我们一定要思路顺畅，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接着往下挖。我双曲线是自带终点的 ，O 就是 F1 F' 的终点，点 M 呢又是 PF 的终点。显然 MO 是什么？是三角形 PF F' 的中位线。既然是中位线 MO 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它就等于1/2 PF'， 所以 OM 我也表达完了。好，别的呢暂时先不知道，接下来我就要求 MO 减去 MT 的值了。MO 我不知道MT 我也不知道，它让我求的是值，这个时候我就只能是转化，因为方程是确定的 ，A、B、C 都是确定的，怎么转化呢 ？MO 我已经知道了，它不是等于1/2 PF' 吗？所以我就把 MO 转化成1/2 PF' 减去。MT 呢 ？MT 我不知道，所以我依然要转化。
转化成啥呢 ？mt 就等于 mf 减去 ft， 它等于 mf 减去 ft。1/2倍的 pf 撇减去 mf，m 是 pf 的终点，所以 mf 恰好也等于1/2 pf。它等于1/2 pf， 然后加上 ft。ft 我好像是能求，为啥？因为OF 的长我是知道的，这是 RT 三角形，圆儿的半径我是知道的，所以2，1显然 FT 就是根号3，在 RT 三角形当中它是根号3。它们俩各自我不知道，但是呢，1/2提出来 ，PF 撇减去 PF， 然后再加上这个根号3。好了 ，PF 撇减 PF 等于啥呀？它是不是等于2a？ 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的绝对值等于常数 2a， 所以 P 是右分支上的点。你看，专门告诉我它是右分支上的点，所以 PF 撇它就小 ，PF 就大。PF 减 PF 撇是2a， 说明它是负的2a。1/2乘以 a 方是等于1的 ，a 是等于1的 ，2a 就是等于2的，你得乘以负的2a 乘以负2，然后再加根号3，所以呢，这是-1加根号3，就是根号3减1。所以 MO 减去 MT 的值就是根号3减1。这个题呢，它并没有用到焦点三角形面积公式所以呢，它只是出现了焦点三角形而已，消化了一下焦点三角形的概念。这节课呢，我把焦点三角形的面积公式都给大家讲了，而且还做了相关的题。下节课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下节课我们再见。